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张雨绮撤离欢瑞引热议，明星们纷纷跑路，欢瑞未来岌岌可危。张雨绮从欢瑞这一块撤了，立马让热搜炸开了锅。对明星来说，接下来就是要当个扛大任的女王，这时候跑掉可真不太聪明。张雨绮一走，正好跟欢瑞的搞法对上了。欢瑞这地方已经没法给一哥一姐腾出更多的舞台，真不再适合演员们想着在这里大展宏图了。这样一来，欢瑞就像一锅没了配菜的汤。张雨绮走了，任嘉伦和刘学义也不见了，现只剩下一个超级火的周成毅。欢瑞手里拿的那副牌，能让他们蹭成毅的红利蹭多久呢？核心艺人一个个跑了，真是搞得熟悉的赛道像是台风过境。2024年欢瑞看账单显示，营业收入3.8亿多，可给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是个大坑，竟然亏了2.4亿。这就说明欢瑞的账面上看着光鲜，其实亏的小裤衩都没了。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搞周边，甚至艺人经纪，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欢瑞就放了一部成毅主演的《深潜》，可是这部剧足足等了5年才上映，真是命运多舛。明明有成毅这么个大招牌，但宣传搞得稀里糊涂，招商也是一言难尽，结果热度就跟洒水似的，平平无奇。这欢瑞的明星们就像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一个个都跟公司说拜拜。任嘉伦、李小冉、颖儿，还有知名度不算低的何中华、蒲巴甲，全都陆续搬家了。成毅在欢瑞简直是独领风骚，剩下的就只有张瑞那边悠闲拍戏了。拍电影和带明星，原本是一对欢喜冤家，俩都混得不咋地。欢瑞也没赶紧换路子，眼瞅着这回的麻烦越来越大。欢瑞不久后要推出的作品，可不仅仅是宋威龙和鞠婧祎演的《千香》，还有1月刚刚打完包的《佳偶天成娥》。悬疑剧简直厉害的不行，古装仙侠剧却开始掉链子了。等这2部剧上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引爆观众，情况看起来就不太妙啊。热播的《千秋令》，张雨绮当主角，导演还是《仙剑奇侠传》和琉璃的麦冠之，听着不错，但结果却像喝了凉水一样，让人淡淡无感，真是成了个没人爱搭理的剧。虽然困难像打麻将时老是摸到同花顺那样一波接一波，但欢瑞的艺人经纪业务还是在公司里占了将近43%的收入，简直就像成毅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公司的经济大旗。不少艺人发现自家公司的未来像是个黑洞，于是纷纷选择去找别家吃香喝辣。成毅在欢瑞还能蹭多久的饭，谁也说不准。对欢瑞来说，想紧紧抱住这颗大白菜，那可是要命的重要事儿。2. 以戏养生加上老人带小辈的双管齐下，成毅心里清楚，要不是欢瑞拼命推他今天在娱乐圈也不会这么风光。从青云志里的小角色，到琉璃的男主，再到莲花楼人气爆棚，成毅每一步的飞跃背后，都得靠欢瑞在顶呱呱支持。成毅这小子算是欢瑞一直以来靠剧把人养得肥肥的成功代表，但这一招也快到头了，眼看着就要熄灯了。成毅是和欢瑞签了合同，他演的几部还没播出的剧，基本上跟欢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欢瑞手里的影视资源跟成毅眼下的发展目标不太搭，在他的人气和口碑慢慢上涨的时候，成毅也在考虑怎么给自己铺条长路，跟许多明星一样。欢瑞跟成毅就像是拉拉扯扯的好伙伴，但成毅对欢瑞来说，那简直就是一条救命稻草。欢瑞家里那点儿作品不太适合成毅以后混的，但他跟其他公司搭伙拍的戏，照样有可能大火。这些剧一上映，成毅这家伙的热度还得蹭涨。
欢瑞赚钱就像吃饭一样简单，毫无风险。欢瑞发现程毅的粉丝多得跟星星似的，前途光明的像追日猴。他们也知道，想把人留住可不容易，于是就在拍戏养人的路子上加了个老人带小孩的新玩法。程毅的剧里总能看到欢瑞捧的一群新鲜面孔，比如在《深潜》里那位侯梦瑶，还有在《富山海》里的刘梦瑞，他俩都是欢瑞的签约小明星。借着程毅的火爆人气和高曝光率，嚷嚷一声，让自家明星火得跟烟花似的，真是又一次让人看到了欢瑞对程毅的宠爱和他在欢瑞心里的分量。接下来，欢瑞也开始搞短剧了，成立了自己的短剧创作队伍。短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认可度都在猛涨，这可是让欢瑞借着这个东风大发一笔的好机会呀！原本就亏得一塌糊涂，还要组个新班子，简直是给自己挖坑。这样下去，不管是人力还是钱财都得往里倒，净利润越来越少，那是肯定的啦。说要想拯救欢瑞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眼下最靠谱的办法还是得靠程毅，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。造个明星可不简单，更别提把新手培养成超红的了，这得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。与其指望那些刚起步的行业和新人，倒不如抓紧眼前这棵能赚钱的大树可靠。欢瑞的程毅红利还能持续多久？张雨绮离开欢瑞的消息立刻引起了热议，迅速登上热搜榜。对明星来说，下一步的扛起大旗成为一姐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选择离开，确实不太明智。不过，张雨绮的离开正好也贴合欢瑞最近的发展方向。欢瑞已经不再是一个能给一哥一姐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的地方，演员们也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适合长期发展的环境了。现在的欢瑞，张雨绮已经离开，任嘉伦、刘学义等演员也都相继消失，眼下只剩下程毅这位当红顶流了。可欢瑞手中的牌究竟能让程毅的热门红利维持多久呢？一、核心艺人频频流失，深耕熟悉赛道增加不确定性。2025年的欢瑞年度报告中透露，尽管营业收入达到了3.848亿元，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亏损了2.411亿元。这就是说，欢瑞的收入虽然看起来不错，实际上却在亏损。无论是影视剧和衍生产品的业务，还是艺人经纪业务，都没啥亮眼的表现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欢瑞只推出了一部程毅主演的《深潜》，不过这部剧足足压了5年才上线，真是逃不掉扑街的命运。虽然程毅是张好牌，可宣传没跟上，招商也不理想，导致热度平平。与此同时，欢瑞的核心艺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，不论是一直扛起大旗的任嘉伦，还是未来发展潜力十足的李小冉、颖儿，还有大众熟知的何中华、蒲巴甲等人，都已经和欢瑞解除了合约。程毅如今成了欢瑞的独苗，除了他，剩下的就只有佛系拍剧的张瑞了。影视制作和艺人经纪原本是欢瑞发展的双引擎，但现在两者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，欢瑞也没能及时调整，看来这次的危机注定会越来越严重。欢瑞接下来要上线的作品，除了宋威龙和鞠婧祎主演的《千香》，还有份刚拍完的《佳偶天成》。虽然这两部作品的阵容不赖，主创团队也很有实力，不过他们都属于同一种古装仙侠题材。现在正是悬疑剧的风头正劲，而古装偶像仙侠剧却逐渐走向了颓势。待这两部剧上线，是否能火爆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，形势看来不太乐观。说实话，当前热播的《千秋令》，虽然张雨绮担任主演，阵容也不算差，还由《仙剑奇侠传》系列和琉璃的导演麦冠之执导，不过反响还是平淡无奇，变成了糊剧。这就说明像这种题材慢慢被市场所抛弃了。
欢瑞手上有的40多部 IP 改编权，大多数还是古偶仙侠类型，他们会继续扎根这一领域，这也是欢瑞未来的发展路线。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同一种类型上，这样无疑给后续的发展增添了不少变数。要是市场对这一类题材不再感兴趣，欢瑞身上几乎全是古偶仙侠的筹码，那可就危险了，可能会首当其冲出现问题。尽管面临种种挑战，欢瑞的艺人经纪业务收入还是占到了公司全年总收入的42.71%，这足以说明现在的欢瑞几乎全靠程毅一个人来撑着。不过，艺人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无奈，纷纷选择跳槽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程毅在欢瑞还能待多久也成了个悬念，留住他对现在的欢瑞来说是个关键问题。2. 以剧养人加老带新双重模式并行，程毅决定欢瑞未来。程毅能站到如今的顶流位置，确实离不开欢瑞的大力支持。从青云志里的小配角，到琉璃的男主，再到莲花楼的好口碑，程毅的每一步提升，背后都有欢瑞的推动。程毅的成功，正是欢瑞以剧养人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。不过，现如今这种模式似乎已走到了最后的辉煌阶段。尽管程毅现在和欢瑞有合同，但他主演的几部待播剧几乎都和欢瑞没啥关系。不管是男频爽剧《富山海》，还是古装仙侠火热 IP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，背后的制作公司都是当下最赚钱的几家。欢瑞目前拥有的影视资源和程毅眼下的发展需求不太对路，在口碑和人气逐渐攀升的过程中，程毅也跟不少明星一样，开始谋划自己的长远发展。所以，欢瑞对于程毅只是合作伙伴的关系，而程毅对欢瑞来说却是关乎生死的关键。尽管欢瑞手头的项目不太适合程毅未来的发展，但他和其他制作公司合作的外部剧集依然有成为热门的潜力。就像男频爽剧《富山海》，不仅抓住了热门题材的风口，身后还有实力强大的莲花楼团队撑腰。王权篇虽然是古装仙侠剧，但它依托热门 IP 改编自漫画，实力不可小觑。而《长安24季》也是平台必定会大力宣传的重磅剧作。这些剧播出后，程毅的热度肯定会再上一层楼，对欢瑞的收益来说，绝对是好事一桩。欢瑞同时也看中了程毅的人气和发展潜力，明白不一定能长期留住他，所以在以剧养人的策略下，增加了全新的老带新模式。在程毅主演的剧集里，欢瑞也特别安排了他们力捧的新面孔，比如在身前中有侯梦瑶，以及《富山海》里的刘梦瑞，都是欢瑞旗下的艺人。欢瑞借着程毅作品的热度和曝光度，提升了旗下艺人的人气，再次显示了对程毅的依赖，体现了他在欢瑞心中的重要性。欢瑞最近开始进军短剧市场，组建了一支专属的短剧创作团队。目前，短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的接受度都在快速上升，这无疑给欢瑞带来了赚大钱的机会。可是，在本身就亏损的情况下，组建新团队势必会在人员和研发等方面投入相当的人力和财力，这样下去，净利润减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另外，欢瑞也很看重 AI 新兴技术的开发，只是现在还没能推出什么具体的作品。相比于拓展市场和改变发展方向，眼下真正能把欢瑞从困境中拉出来的，还是程毅。